小李，帮我起草一份环宇集团股权转让的协议书。明天我就要把产业转给祥鹤了。冷总，您真的想好了吗？冷雪娘，祥鹤给我买的房子好大啊，尤其是浴室的落地窗，看景色的视野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这件事儿我不同意。祥鹤可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他什么德行，我最清楚。环宇集团可是你们冷氏一族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100年基业，稍微跺跺脚，整个商业界都会变天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会在他的手里。爸，我不是一时冲动才做的决定。明天就是我和祥鹤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正好是把环宇集团交给他的好时机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祥鹤这小子做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，冷家的商业版图横跨整个华夏，合作的都是世界500强的龙头企业，这么大的公司交给他，简直就是荒唐啊！爸，其实祥鹤这些年也为公司付出了不少，能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把公司交给他，您就放心吧。再说了，当年车祸，要不是您推开我，我这条命可能早就没了。您的左腿也不会落下终身残疾，终日拄着拐杖。我这心里面一直都很愧疚。雪宁啊，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？自从你嫁给顾家，你就是我的亲闺女，别说断了一条腿，就是豁出去我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护你周全呐。所以说呀，爸，我才更要把环宇集团交出去，这样子我才能好好的守着你，好好的照顾你。可这冷家的基业，岂如你这般儿戏呀？爸，这是冷家掌权人专属的墨玉笔，里面的墨汁是用深海乌金、千年松烟混合冰舍制成，一滴便价值数千万。只要用他签下的文件，就等同于冷家100年祖训。董事会哪怕全员反对，也必须执行。祥鹤拿着它，肯定能管好环宇的。元宁啊，这墨玉笔可是你冷家的命脉呀，岂能交给一个外人呢？爸，我意已决，您就别再劝我了。7年了，原来我辛辛苦苦维护的感情，竟然是一场天大的笑话。顾祥鹤，从现在起，你我之间再无半分情分。我会让你知道，背叛我冷雪宁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备车，去分公司。是。看吧，这限量版的包就是不一样。光闻这香味儿，就和那一般的垃圾货不一样。哎呦，曼姐，今天真是让我们开了眼界了。这纹理，这光泽，一看就是顶尖货。顾总啊，对你可真好。拿开你的脏手！这包可是祥鹤特意从欧洲人绕给我背回来的，你也配摸？就是啊，我们手哪配摸曼姐的宝贝？现在谁不知道您是顾总新家宠？有些人也就挂个虚名，顾总压根没把它放在心上。算你们俩识相。顾祥鹤在哪里？我要见他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叫他的大名？我是环宇集团唯一的掌权人冷雪宁，你不过就是他在外面养的一只野猫，也敢在我面前撒野？
哟，原来你就是那个黄脸婆，果然又老又丑，难怪他会这么嫌弃你。就是，就你这模样，你连我们曼姐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我再问一遍，顾祥鹤到底在哪？哼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否则我让你们俩在江城无立足之地。你这个黄脸婆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好啊，你不是想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，看吧，冷雪凝，他昨天很累，你说他应该在哪儿？哦，对了，他呀还和我说，他早就看腻了你这张死气沉沉的脸，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他都觉得好煎熬。只有和我在一起，他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。你太过分了！过分！冷雪凝，你不会以为你真正的坐稳了顾氏集团总夫人的位置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他都答应了，等时机一到，就立刻和你离婚，风风光光的娶我进门。就是啊，我们曼姐年轻貌美，最懂顾总心思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滚，省得闹得人尽皆知，丢尽脸面。顾总，冷总突然要来视察，你赶紧回公司吧。该死！明天雪凝就要把环宇集团交到我的手里，现在要是被他撞见苏曼的烂事儿，别说接管产业，连小命都不保。不行，我必须先稳住他的情绪。只要撑过明天的交接仪式，整个冷家的产业就都是我的了，我还怕他不成？放开我，放开！冷雪凝，我告诉你，休想搬救兵。今天要是我不满意，你休想走出这个大门。把手机给我。雪凝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该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公司一趟。你这个黄脸婆，竟然敢跟我用一样的手机，你也配？我们曼姐的手机可是最新款的，准是这个小贱人看完购买记录之后也搞了个同款。通师笑评也不瞧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，配和我们曼姐比。这款手机是品牌方给我们冷家的独家定制，全球仅有一部。你手里的那部不过是山寨品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冷雪凝，你要真有那本事，还用得着在他身边吃软饭吗？就是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背后啊，指不定怎么求得顾总。我看也是，天生的下贱货。把手机给我。好啊，给你。做梦！我今天就把这手机摔了也不会给你。你敢？我这手机里可是储存了环宇集团最新研发的核心数据，如果你摔了无法恢复，那你们姐就等着蹲大牢吧。树影，你痴人说梦了。
你不会以为你结了个破婚，整个环宇集团都是你的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破手机我今天摔定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把手机还给你。今天的事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既往不咎？我苏曼什么场面没有见识过？我会怕一个没有人要的黄脸婆？不要！不要！哎呦，怎么这还没过年的，就着急忙慌的给我磕头拜年啊？不过咱这头也不白磕，等我和祥鹤结了婚，肯定是少不了你一张请柬。还是我们曼姐大方，不像这个黄脸婆，一股子穷酸气，摔你个破手机跟要他命一样。就是，到时候我曼姐啊，可得好好招待一下这位顾总前夫人。你果然是个穷酸货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忘记捡手机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看着还挺稀奇的。把笔给我！哟，你再说1000次，再说10000次，有什么用啊？一个手机我都敢摔，一个破笔，我摔了能把我怎么着啊？我劝你别动这支笔，要不然顾祥鹤不会放过你的。难道这笔是祥鹤的？我们曼姐可是顾总的心尖宠，别说一支破笔了，就算砸了一辆豪车，顾总也不会心疼的。这笔啊，还酸得很，说不定啊是这黄脸婆和哪个穷鬼的定情信物呢。对，我今天就要当着你的面把这笔砸得稀碎解解气，然后再拿着这些碎片去找祥鹤，说不定祥鹤还会表扬我呢。你们敢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嘴硬？给我按住他！让你看看你到底敢不敢！贱人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给我按住了！不要！你们两个废物，连人都按不住！曼姐，我们真不是故意的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们一次吧。曼姐，真的不怪我们，都怪这个黄脸婆力气太大，下次我们一定按住她。再有下次，都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好的，曼姐。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赶紧放开我！如果苏曼把那支笔砸碎了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在江城立足！冷雪宁，你少在这装腔作势。我们曼姐可是未来的顾总太太，顾总在江城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动动手指就能让你消失。你这个黄脸婆，拿什么和我们斗？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冷雪宁，我有个好办法，这样，你在离婚协议上签个字，我就把这破笔还给你，如何？这话你该去问顾祥鹤。这些年要不是他抱着冷家的大腿，他给我提鞋都不配。这个时候你还敢给我嘴硬？给我按住了！冷雪宁，我就让你看看，你这心爱的破玩意儿，在你面前被砸碎是个什么感受？苏曼，冷雪宁对天发誓，今日之辱，定要让你百倍复还！住手！顾老，住手！你们都给我住手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早上看你出来的时候，神情不对，我就出来看看你。哦，这么大排场，
原来是你骗他。你一派胡言！雪宁是我的闺女。哦，父亲，那你们俩看着一点也不像。就是，你们俩看着一点都不像，肯定不是父女。哟，还是个腿瘸的。冷雪宁，你这口味够重的啊！苏曼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你是谁？敢在祥鹤的公司欺负雪宁？你这个老不死的也配问我是谁？不过呢，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就是祥鹤的妻子苏曼。只要有我在，你苏曼别想踏进我顾家大门一步。爸，就你个穷酸样，还敢插手顾家的事儿？你给我看清楚了，我可是顾祥鹤的父亲，顾国峰。什么？他是顾老？你们两个废物，他怎么可能是顾老？祥鹤都说了，他父亲在别墅禁养，这老东西一看就是胡说八道。爸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心脏病犯了。爸，快张嘴，把药吃了，快张嘴，把药给我。给你，做梦！就要你亲眼看着这个老东西上西天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这个老东西上西天。曼姐，要不还是把药给他吧，这万一要是闹出坏人命可怎么办啊？怕什么？就算出了事儿，祥鹤会替我兜着的。女儿，我希望下辈子咱俩好好说说话。爸，医生说您左腿是粉碎性骨折，再加上您本身就有心脏病，这次受伤被引发了并发症，后续这条腿算是废了。都怪我当时没有看到那辆车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替我去挡。傻孩子，爸跟你挡一次劫，爸心里开心着呢。别哭了，再哭都成大花猫了。好，苏曼，算我求你了，你只要把药给我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真的啊？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叫我一声顾太太，然后再说自己是个没人要的黄脸婆，我就答应你，怎么样？顾太太，我是个黄脸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顾太太，我是个黄脸婆。我真是个下贱的玩意儿，竟然为了这个老东西脸都不要。要，好啊。急什么？还没说完呢。这个药啊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是呢，你要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然后再为你今天的鲁莽行为为我道歉，我就把药给你，怎么样？好。那你快磕呀，我可等着拍视频呢，传到网上去，让整个江城的人都看看你这副模样到底有多下贱。哟，这冷雪宁可真是忍者神龟啊，这都能忍。可不是嘛，这要是我早就撞墙了。药给我。药啊，药，你就过来拿呀。药，你就过来拿呀。冷雪宁，我就是要把你在意的东西一点一点
都拿走。谁让你跟我作对？你无耻！你凶什么呀？是药三分毒，我这也是为了他好，你都怪起我来了。苏妈，我求你了，你快点叫120，你快点叫救护车来！叫什么救护车呀？这老东西死了更好，省得浪费资源。你这个疯子！行，我现在倒要看看谁还能来救你。你别说，你这个小贱人，这眼睛长得倒还是可以的。曼姐，她这眼睛又小又尖，丑死了。就是啊，还是您的眼睛最好看，比明星还勾人。那是自然，祥鹤都说了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那眼睛里眼含热泪的时候，他的魂儿都勾没了，哪是这黄脸婆能比的？我看这黄脸婆就是嫉妒您的眼睛漂亮，不然我们把她眼睛直接弄瞎，看她还怎么嫉妒你。说的对，疯子，一群疯子！苏曼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冷氏一族跟你没完！冷雪宁，我现在就要了你这双眼睛！上班时间都围在这儿干什么呢？上班时间你们在这闹什么呢？顾总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给曼姐撑腰的？祥鹤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你昨天很累吗？不应该在家休息一天吗？公司临时有事，我来处理一下。这上班时间你们在闹什么呢？祥鹤，你说这话可就冤枉死我了。明明是有人找上门来欺负我，你看我的手被咬的。就是，顾总，您刚刚没来的时候，我们曼姐还被人逼着下跪道歉呢。最过分的是，他还录了视频，说要传到网上，让曼姐身败名裂。顾总，你可要给我们曼姐主持公道哦。祥鹤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在上班的时候胡闹，真让视频传出去，对你对公司都不好。这该死的女人，竟然在这个时候给我惹事情。明天雪宁就要把环宇交给我了，今天万一爆出有关分公司的丑闻，那些老不死的又该站出来碍眼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没事的，宝贝，我来就给你撑腰的，帮你把这口气出了。真的？真的？可是什么？没事儿，宝贝儿，我护着你呢。可是有人说了，只要他一天在，必不让我好过，我吓都吓死了。是吗？那就别怪我发狠了。那人谁啊？敢来我的公司闹事儿，我看活得不耐烦了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。雪宁，怎么是你？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子。顾总，你打算怎么成全我？雪宁，怎么是你？爸，你怎么样了？爸，快来人打120！喂，120吗？环宇集团分公司有病人晕倒，请你们快点派车过来，快点！药，帮我这儿有药。顾小鹤，爸今天这一遭全是你惹的，他要是有什么闪失，你就后悔去吧。雪宁，我是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这只是个意外啊！意外？顾小鹤，你是真够孝顺的。别碰我，嫌你脏。冷总，这里人多，空气不流通，我看还是尽快把顾老送去医院吧。好。
雪宁，我说了别碰我，嫌你脏。雪宁，对不起，今天都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赶紧收拾收拾去医院吧。你说的对，有些人确实该收拾。你说对吧，苏曼？雪宁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与其问我什么意思，你不如问问他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祥鹤，祥鹤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怕我把他的秘密全都抖出去，所以才在这挑拨离间呢。好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有什么秘密？你真不要脸！你在外面勾搭人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。祥鹤，你可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勾搭人？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啊！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问小黎、小薇，他们俩全程在这儿，看的可是一清二楚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顾总，我们亲眼看见冷雪宁拿着别人的定情信物。是啊，顾总，我们可都看得真真的。冷雪宁为了他，简直连命都不要了，可见两个人关系不一般。顾总，你还是早做打算吧，省得之后被人算计。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？够了，你们全都给我住嘴！雪宁，不管他们说的是真是假，我都不在乎，我们赶紧回家吧。回家？顾祥鹤，我们还有家吗？顾祥鹤，我们还有家吗？雪宁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到哪里都是家呀。顾祥鹤，真令人恶心。祥鹤，你没事吧？你个黄脸婆，你敢打他？你信不信我把你下跪求饶的视频发到网上去，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有多下贱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这整个江城有哪家媒体敢这么大胆接这个投名状，又有谁敢为了你得罪我冷雪宁？你少在这狐假虎威！等一会儿祥鹤看了那个视频，你看他还站不站在你这边？苏曼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那个视频到底是你们谁逼谁拍的？祥哥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就是太害怕了，所以我才骗了你。不过这视频拍的可是清清楚楚，你看他对着那个老不死的多深情啊，气死我了！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老不死的是谁？不就是他在外面的一个姘头吗？苏曼，你听清楚了，那个人是我爸。什么？那个老男人竟然真的是顾老爷子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那是你爸爸，求求你了，原谅我吧。放开！你还好意思让我原谅你？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我爸就要死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是他，都是他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。苏曼，你这颠倒是非的能力真是无人能及，我真是佩服。祥和，滚开！雪宁，今天真是谢谢你啊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爸估计就真出事儿了。不必言谢，爸的事是我该做的，但是我想知道，你是不是要解释一下我们两个的事情？雪宁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和这苏曼只是上下级的关系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可以发誓，我顾祥鹤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。如果有，那就天打五雷轰。你是不见黄河不死心是吧？我倒要让你看看，那照片里的人到底是谁？啊！顾祥鹤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是 AI 合成的。这个苏曼一定是竞标公司派来的卧底，故意来挑拨我们夫妻的关系。咱们俩相处这么多年了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？ AI 合成，顾祥鹤，你说这话好意思吗？昨天晚上，在我枕边说爱我的人是谁？说等长了全娶我的人又是谁？苏曼，你闭嘴！从你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不安分了。原来你是在这儿等着陷害我了。你干嘛要这么怂啊？她就是一个黄脸婆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苏曼，你真是个疯子！我是疯子，那也是你逼的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丢人了。
这里是我和他在一起每一次的证据，你还要坚持和他在一起吗？苏曼，顾祥鹤，这都是你逼我的，既然你不想给，我就自己来拿。反正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。苏曼，你在我眼里只是一个解闷的玩具罢了。我爱的是雪宁，我们俩是夫妻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雪宁，雪宁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吧。我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。看在我们多年夫妻感情份上，原谅我一次吧。所有男人都犯的错，顾祥鹤，你把你的背叛说得如此轻描淡写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亏我曾经还以为你保留着一丝为人的底线，我现在才发现你连解释的勇气都没有。你把你做的那些龌龊的事全部归咎于全部男人，真是令人恶心。雪宁，雪宁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这么说我会伤心的。你相信我，我爱的是你，他就是我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。我现在立刻就跟他断了，我们还好好过日子好吗？什么叫一时冲动？你说的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你信不信我把你那些勾当全部都给你抖出去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我对你百依百顺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抛弃我？好啊，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，我让你顾氏百年产业毁于一旦。你哦，我怎么不知道顾氏什么时候成了百年家族？啊，这老头又是谁啊？不过口气倒是不小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薛宁啊，关于把产业交给顾祥鹤这件事，爸思虑再三，还是觉得不妥。顾祥鹤狼子野心，把产业都交出去，恐怕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复返了。爸，您说的有道理，都怪我之前识人不清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认清了顾祥鹤的为人，环宇集团的财产，我一分一毫都不会交给他的。雪宁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你我夫妻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呀！你把环宇集团交给我，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呀！顾祥鹤，在你背叛我的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没有我们了。我没看错吧？顾总居然给这个黄脸婆下跪了？难不成顾总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？雪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真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求你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顾祥鹤，你以为你跪下我就会心软吗？你以为你掉了几滴眼泪就能抵消你对我的背叛吗？在我心里你早就一文不值了。我知道雪宁，你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丢了面子，所以才不肯原谅我。真是不可理喻。没关系的，雪宁，我可以把面子亲手还给你的。你看，我把面子还给你了，雪宁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顾祥鹤，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呀！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干什么都行。如果你不满意，我可以继续打。只要你能原谅我。顾总是疯了吧？就是，竟然为了一个黄脸婆，连一点面子都不要了，真是窝囊。难不成顾总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顾祥鹤，你疯了吗？在这个女人面前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怂呢？你要是个男人，就给我站起来！给我站起来！够了，顾祥鹤，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你这种伪君子。雪宁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，我没良心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。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说我什么都行。顾祥鹤，你可是堂堂顾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你用得着为了这个女人这样吗？继承人？那是我骗你的。只有你这傻子会信。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冷雪宁给我的，我是冷家的赘婿。离了冷雪宁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不信，一定是这个女人抓着你什么把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才这样对她卑躬屈膝。就是，
顾总是何等人物，怎么可能是吃软饭的赘婿？肯定是冷雪凝使了什么阴招，逼迫顾总的。没错没错，顾总您就别演戏了，我们都懂您的苦衷。你们都不信？好，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看到了吗？雪凝给我打的零花钱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赘婿。你现在相信了吧？不对，我不信，一定是在骗我的。因为你不想娶我，所以才拿出这些。祥鹤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是喜欢你的那些钱，别这样行吗？骗你！你仔细看看这入赘协议，里面白纸黑字的写着，我入赘冷家，环宇集团股份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现在你信了吧？不对，不对，他每个月就给你这么点钱，你拿什么给我买这么名贵的包？一定是骗我的，你根本就不想娶我。你在胡说八道！顾祥鹤，我还想问问你，你给苏曼买的包，还有你给她挥霍的钱，到底是从哪来的？我每个月给你的零花钱，应该不能这么大手笔。啊，雪凝，你听我说，那个包是假的。顾祥鹤，真拿我当傻子吗？雪凝啊，当年我就看这小子心术不正，他入赘我们冷家，吃穿用度全靠你，现在背地里竟然还搞小动作，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。不是的，伯父，那个包真是假的。够了，顾祥鹤，当年是我认错了人，现在该有个结局了。雪凝，你认真的？不，我不签。我为冷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说踹就踹啊！顾祥鹤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龌龊的事，真的能瞒天过海？雪凝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？那都是别有用心的人，他故意要陷害我。你要相信我。这个是你虚报项目的清单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，你还想抵赖什么？不，这是假的，这都是假的。啊，你不承认是吧？那我让你死得更彻底一点。小李，这批建筑款签个阴阳合同，扣下来50%，记在那个空壳公司名下。做事小心点，别让人给发现了。录音证据、转账凭证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觉得你还能赖得掉吗？雪凝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一定想办法把钱都还回去。机会？这么多年了，我给你的机会还少吗？我们两个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情分了，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。不，我不签。这离婚协议我死都不签。顾祥鹤，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就算你不签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好，我签。顾祥鹤，你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就算你不签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既然你犹豫不决，那我就帮你做这个决定。滚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敢替我做决定？
你知道吗？这个协议签了之后，车子、钱、公司都没了。祥鹤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公司没了可以重来。你放心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不会离开你的。我的人，真是感人肺腑。顾祥鹤，苏曼她说她是你的人，让你在签离婚协议之前，我们可有一笔账要好好算算。算账？什么账？雪妞，我听不懂。这支笔你还认得吗？墨鱼笔，怎么成这样了？这你得好好问问你的情人苏曼。怎么回事？不是我。说，墨鱼笔是不是你砸坏的？顾总，你放手。曼姐她只是不小心，曼姐她真不是故意的。谁知道那笔那么容易碎？不小心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不就是一支破笔吗？蠢货！是冷家历世100年的信物，是冷家掌管集团的象征，是冷雪宁坐稳董事长位置的根基，价值数100亿。100亿！顾总，您开玩笑的对吧？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冷雪宁不可能一直带在身上的。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对，我们砸的一定是假的，假的。但愿它是假的，如果是真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顾祥鹤，你们自欺欺人的把戏，未免也太拙劣了吧？这个墨玉笔砸了还要装饰，真当我们冷家是软柿子？这数百亿的赔偿，你们少一分钱，都得让你们坐牢。雪娘，这墨玉笔，它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是苏曼打坏的，要赔也是她赔啊！祥鹤，你喜欢我的时候说爱我，出事了就把我像垃圾一样的丢掉，你是个人吗？雪宁，虽然我该死，但是一码归一码呀。这墨玉笔的事儿跟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苏曼这个贱人，是她有眼无珠。不是我，都是他们俩。苏曼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拿锤子锤的，现在却想甩锅给我们。就是啊，苏曼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说凡事都有顾总来兜底的。闭嘴，都给我闭嘴！你们俩都给我闭嘴！哎，这要闹就回家闹，别影响公司的形象。至于墨玉笔是谁砸的，这监控拍得一清二楚。这数百亿的赔偿，你们几个一个都别想。冷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我们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冷总，我们这么做也都是被苏曼逼的，都是他整天用顾总女人的身份来压迫我们，我们也只是混口饭吃而已啊！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放过我们吧。是吗？我们哪敢骗您啊，冷总。对，冷总，我们真是身不由己啊！求您放过我们吧，冷总，我们愿意把苏曼做的坏事全都说出来，给您当证人，只求您能高抬贵手，不要再跟我们计较了，我们真的赔不起啊！那既然如此，那这个赔偿就不用你们承担了。谢谢冷总，谢谢冷总，谢谢冷总。先不着急言谢，这个赔偿虽然是免了，但是我公司容不下您2位大佛，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。冷总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这要是没了工作，怕是一家都要喝西北风了。冷总，哎，冷总，求您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小李，送他们出去。你们2个跟我走吧。他们的账算清楚了，苏曼，这下该轮到你了。算账？冷雪宁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有医生给我开的精神分裂症医，我的行为不受控，我砸笔就是不受控的行为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精神疾病证明。苏曼，你是真当我没见过真的证明长什么样子吗？你少在这信口雌黄，
这上面有医生签字，有公章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拿你手机的时候，不小心看到了医生给你发的微信。喏，这是 P 的，这是 P 图的。P 图？是不是 P 图？让法官一看便知。不过苏曼，你这么了解法律，那我就考考你：办假证明加上故意损毁财物，这够你坐几年牢了？祥鹤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吧！看在我们俩好过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苏曼，这都是你惹的事儿，你别拉上我呀！这怎么能赖我呢？我以为那支笔是他出轨的证据，我才帮你砸的。顾祥鹤，你说苏曼那个假怀孕证明，她本来是打算干什么用的？苏曼，你竟然用假怀孕来算计我！我就是想让你娶我啊！娶你？你也配？祥鹤，看在咱们俩好过一场的份上，你救救我吧！苏曼，我跟你没有半点情分，这是你自己找的烂摊子，你自己去处理。你们两个跟我走吧。冷雪妮，我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冷雪妮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！我要杀了你！老实点，再反抗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冷雪妮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我不得好死？苏曼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条丧家之犬，才是真的可怜。你为了得到一个不爱你的渣男，办假证，毁财物，把你自己的一生都赔进去了。你连自己都不爱，谁会爱你？放屁！他爱的就是我。苏曼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看到了吗？你拼命想得到的男人，他现在巴不得想跟你划清界限。你这一辈子活的是真的可笑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别废话了，跟我们走。爸，您终于醒了。雪妮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了？爸，对不起啊，我已经和顾祥鹤离婚了，他现在已经背负着巨额债款。傻孩子，道什么歉呢？都是那小子罪有应得。要不是他鬼迷心窍勾引苏曼，你也不会平白无故受这么多的委屈，连你冷家掌权的墨玉笔都没能保住。该说对不起的，应该是我这老头子才是啊。没关系的爸，冷家的掌权人从来不是靠一支笔撑着的，没了那支笔，我冷雪宁照样能把冷家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好啊，不愧为是冷家的继承人，有骨气。只是以后咱爷俩关系都生疏了。爸，您怎么能说这话呀？这么多年了，我早就把您当做亲生父亲对待了。以后不管有什么事，您永远是我爸。好，我的乖女儿，今天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路上车多，你早点回去吧。那我明天再来看您，您早点休息。好。冷总，您拿着这个。这是……这几天我总觉得不对劲，好像一直有人在暗中跟着你。您一个人行走在外，多备个东西，以防万一。知道了，你也赶紧回家吧。好的，冷总。顾祥鹤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我家啊，我不在这儿能在哪儿啊？顾祥鹤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请你立刻从我家离开。离婚？冷雪宁，
你以为离了婚我就能放过你？今晚先让老子快活快活。顾祥鹤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冷雪宁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不然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冷雪宁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竟然敢碰我！你知道我这双眼睛值多少钱吗？我可是环宇集团未来的掌门人，你竟然敢毁我容！顾祥鹤，你到现在还没清醒吗？这里不是你的公司，我也不是你可以随意欺压的下属。还有，环宇集团已经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没关系啊，笑话！哈哈，只要我拿到了墨玉笔，逼你签了股份转让协议，整个冷氏集团那就是我的了。你以为那个保镖小李帮你挡得了一时，能帮你挡得了一世吗？墨玉笔，你到现在还惦记着被你那个情人摔碎的墨玉笔吗？顾祥鹤，你还没有清醒。苏曼为了讨好你，把冷家100年的信物砸成了粉末。你现在不仅不能成为继承人，还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。闭嘴！不许提那人，那个蠢货！如果要不是他，事情会成这样吗？哎，对呀，雪娘，你看，都是被外人破坏的。如果我们两个联手，把苏曼推出去顶罪，我们还可以一切重新开始。你还是顾太太，我还是你丈夫。丈夫？你刚刚进门的时候，你说想快活快活，这就是丈夫应该做的？满嘴谎话，连你自己都信了。我的都是气话，我就是太爱你了，爱极生恨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都是为了你，我才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是你逼着我离婚，都是你逼我的。责任都推给我，这就是你的逻辑？你挪用公款，出轨背叛，放纵情妇，损毁家庭利益，现在又来绑架前妻，这一切都是我逼你的。对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要是早早的乖乖的把集团交给我，我哪需要走这么多弯路？我现在就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了。是你剥夺了我的梦想。你的梦想就是建立于掠夺别人的基础上吗？顾祥鹤，你的野心早就超过了你的能力。你所谓的伟大，不过就是镜花水月。你少跟我讲大道理。冷雪宁，我现在就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马上拟好股份转让协议，把冷家所有的股份都转给我；第二，我杀了你，反正横竖都一死，拉一垫背也是值了。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看看窗外，警笛声已经静了。警笛？你少唬我！这里是别墅区，警察没那么快过来，别想拖延时间，快写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冷雪宁，你那个保镖小李是去搬救兵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在我看到警察来之前，把字儿给我签了。顾祥鹤，你现在的行为属于持刀入室抢劫加绑架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死刑或者无期徒刑。你少唬我！等我有了钱，有了权，什么官司我打不赢？冷家在江城根深蒂固，等我成了冷家的主人，我还怕谁？警察都让我3分。你还活在过去吗？现在的冷家是我冷雪宁说了算，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背负着数百亿债务的老赖。你一个赘婿，那些关系还会认你吗？我不信，顾国峰那个老东西最疼我了，只要他醒了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雪宁，求你原谅我一次，只要你不报警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啊！像以前一样看着你跟苏曼在我眼皮子底下苟且，像以前一样看着你拿着公司的资产去养小三。顾祥鹤，你对过日子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那都是误会，我都给你解释过了，是苏曼她勾引我，我是个男人，难免犯错误嘛。你怎么就这么小心眼？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小心眼？如果今天被背叛的人是你，被羞辱的是你，被掠夺一切的是你，你还会觉得是小心眼吗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你读这么多年书你不懂吗？
你拿什么跟我比？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男人三妻四妾怎么了？古时候哪个大人物没有几个姨太太？我只不过想要多几个女人来伺候我，你怎么就这么无理取闹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不是你的封建王朝。你那些腐朽的思想，只会让你死得更快。顾祥鹤，你根本不是爱我，你爱的是冷家的钱，爱的是那些不劳而获的优越感。住口！你懂什么？我在冷家受了那么多白眼，入赘的日子是人过的吗？所有人都看不起我，说我是软饭男。我顾祥鹤就是要让那些人看看，我比任何人强。所以你就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证明，偷窃、欺骗、暴力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强者。真正的强者是用双手来打拼的，而不是让你踩在别人的尸骨上往上爬。成王败寇，冷雪宁，只要我成功了，没人会在意过程，就差一点，我就差一点就成功了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这扫把星！把失败归咎于别人，这是你唯一的手段。顾祥鹤，你注定一无所有，你注定一无所有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废话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冷雪宁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签还是不签？不签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想怎样？杀了我，杀了我，你也逃不掉了。现在的刑侦技术，你想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，做梦！我不一定要杀了你，但我可以毁了你。我把我们刚才的照片和亲密接触的视频编造一番，说你婚内出轨，精神失常。你猜冷氏集团的股份会跌多少？好，故技重施。上次苏曼也是这么做的，结果呢？他把自己送进监狱。你想步他后尘？那是他蠢，我没他那么笨。我有计划，我有备选方案。只要我掌握好你的舆论，董事会的那帮老家伙就会逼宫。你不想交权也行。顾祥鹤，你太高估自己了，也太低估了冷氏的底蕴。冷氏能屹立100年，靠的不是某个人的名声，是实打实的业绩和管理团队。冷氏没了冷雪宁，或许会波动，但绝对不会崩塌。而你一旦出了这个门，就是过街的老鼠。哼，你赌我不敢！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是个疯子，疯子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你不是疯子，你是输红了眼的赌徒。赌徒最忌讳的就是失去理智。你现在已经乱了方寸。听听外面，真的没有警笛声吗？少故弄玄虚了，就算警察来了能怎样？我有人质，他们也不敢强攻。你是我的筹码，也是我的护身符。护身符？你真以为我会配合你演这出戏吗？顾祥鹤，你太天真了。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在你脸上划一道口子，让你这张引以为傲的脸毁了容？你看谁还会要你？你可以试试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多伤害我1分都会加重你的刑期。顾祥鹤，你在为你自己挖更深的坟墓。该死！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冷静？就不能求救我吗？你或许求救我，我就可以放了你。我要向一个背叛者、罪犯求饶。我冷雪宁的字典里还没有这2个字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花了7年的时间布局，怎么可能到头来功亏一篑？冷雪宁，你一定有备选方案，比如私藏的印章或者秘密账户。我的资产就在明面上，接受审计的监督，不像你藏着掖着，有那么多见不得光的账目。你是在暗示我去查账对吧？你放心吧，等我从这儿出去了，我一定把你们冷氏的账本查个底朝天。我就不信抓不到你什么把柄。随你便。不过我提醒你一句，审计组那边可能比你更早一步。
你的那些挪用公款的证据，我已经全部提交给司法机关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什么时候？就在你还在苏曼床上做白日梦的时候。你别以为你的那些小聪明能瞒天过海，每一笔转账，每一个阴阳合同都有迹可循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你是在诈我！如果你有确凿证据，警方早就来抓我了，怎么可能等到现在？警方讲究的是证据链完整，抓人是要讲究时机的。你之前在分公司大闹，现在跑来这儿行凶，正好你凑齐了所有罪名。顾祥鹤，你现在是真的完了。我完了？我没完！只要我手里有你，我就还有谈判的筹码。冷雪明，你也不想死对吧？如果你死了，整个冷氏集团群龙无首，那也不是你希望看到的。冷氏有完整的职业经理人制度，董事会也有集体机制。冷氏少了一个我，地球照样转。倒是你，顾家就你一根独苗子，你要是死了，顾国峰老爷子怎么办？爸，对了，还有我爸，我爸还在医院，如果我进去了，谁来照顾他？雪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放我一马，看在爸的面子上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好好孝顺爸，行吗？你现在想起爸了？当初苏曼把药扔进垃圾桶里，看着爸在地上抽搐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在陪苏曼演戏。顾祥鹤，你的孝心太晚了，也太廉价了。我那都是被蒙蔽的，我是被猪油蒙了心。雪娘，看在我们7年的感情上，你放我一马吧。只要你不追究，我愿意净身出户，我去自首，只求从轻发落。净身出户，你本来就没有谁。至于自首，这是你唯一该做的选择，而不是用来交换的条件。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如果你再过来一步，就立刻杀了他。顾祥鹤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放下人质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闭嘴！哼，给我去准备1辆车，加满油，再给我准备1000万的现金，不然我就跟他同归于尽。顾祥鹤，你清醒一点，别说到处都是监控，外面都是警察，就算你出了这个门，你也飞不出江城。闭嘴！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报警，我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步？冷雪宁，你好狠的心呐！顾祥鹤，冷总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知悔改。现在立刻松开冷总，可以考虑重新发落。重新发落？我不信！我一旦放开他，你们就会像打死一只狗一样打死我。我必须要看到钱和车。顾祥鹤，你听我说，你越反抗，后果就越严重。如果你现在放下刀，立即投降，可能会有宽大的处理。如果你真动了手，那就是死刑，立即执行。死刑？不，我还不想死。雪娘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跟他们说，让他们退后，放我走。只要到安全地儿，我立刻放了你。你觉得他们会信吗？你已经没有信任了。顾祥鹤，你承认吧，你已经无路可走了。无路可走？那我也要拉个垫背的。冷雪宁，要死一起死！动手吧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顾祥鹤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畜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怕我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这么不堪吗？我不是不怕，是没必要怕，因为我知道，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你现在已经站在了审判席上。7年，整整7年，我在你们冷家活得像孙子一样，我要看你们所有人的脸色行事。我原本以为忍辱负重，总有出头之日，可到最后我换来了什么？一个背叛的罪名，还有牢狱之灾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没有人逼你入赘，也没有人逼你出轨。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你自己选的。不，是这个社会逼我，没钱没权，我活得连条狗都不如。我只不过想改变命运，我想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后悔，我有错吗？命运可以改变，但你用错了手段。你用欺骗和伤害换来的东西，终究是守不住的。你所谓的成功，
就像沙滩上的城堡，一个浪就打没了。冷雪宁，如果我们没有结婚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你会不会喜欢我？如果你是一个正直、上进、懂得尊重他人的普通员工，或许我们可以做朋友。但是现在，让我感到恶心。恶心？哈哈哈！原来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垃圾。顾祥鹤，里面情况如何？请不要伤害人质。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谁再靠近一步，我就立刻杀了他。冷雪宁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挺羡慕你的，你一出生就拥有一切，不用争，不用抢。可我呢，一切都要靠我自己努力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，我的战场不在金钱，我的战场是守护家族和责任。你以为我容易吗？冷氏这么大的一个盘子，我每天如履薄冰，不敢有一丝懈怠。你觉得有钱人就能过得快乐？可是你有钱啊，有钱可以解决99%的问题啊。钱解决不了人心啊，顾祥和，你的心已经黑了，给你再多的钱都填不满你那个欲望的黑洞。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娶到了江城最漂亮的女总裁，从此走向人生巅峰。我甚至在婚礼上发誓，我要为你遮风挡雨一辈子。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你，眼神清澈，说话诚恳，我以为我遇到了良人，没想到那是你伪装的面具。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。我想做一个好丈夫，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富商身边莺莺燕燕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我是顾家的儿子，我不能比他们差。所以你就用出轨来寻找平衡，通过挥霍公司的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顾祥和，你的自尊心真的是不堪一击。也许吧，雪宁，我真的爱过你，在无数个深夜看着你的睡脸，我真的有想过跟你好好过日子，可是诱惑太多了，我没有守住底线。爱不是借口，真正的爱是责任，是克制，是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坚守承诺。你的爱太廉价了。那苏曼呢？你对苏曼都那么宽容吗？她也是受害者，可是被我骗了。苏曼，他是共犯，他明知道你有家庭，还要介入其中，还不惜损害冷家的利益。他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代价，他就应该在看守所里反省。哼，那个蠢女人，要不是她砸坏了墨玉笔，要不是她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也不会这么早的报复。你不要把责任推给苏曼，没有苏曼，你还有张曼、李曼，根源在你自己，是你自己内心的贪欲带来这场灾祸。我好后悔，我真的好后悔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这样做。雪宁，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从乞丐开始，我都愿意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。顾祥和，认清现实吧。顾祥鹤，谈判专家已经到了，请你保持冷静，不要做傻事。你的家人还在等你回去。家人？我还有家人吗？我爸在医院，我妈早就已经改嫁，我还有什么家人？只要你肯回头，家人一直都在。顾国峰老爷子虽然对你很失望，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，他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的。爸，我对不起他，我给他丢人了，我给顾家蒙羞了。现在忏悔还来得及，放下刀，走出这一步，你还能再见爸一面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这可能就是最后一面。雪宁，如果我现在放手，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？你说。我想见爸最后一面，我想亲口跟他说我对不起他。只要你投降，我会安排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投降。别看笑。小李，进来吧。
顾祥鹤，你涉嫌非法侵入住宅、故意伤害、绑架勒索等多项罪名，现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。我知道了，我不反抗。雪宁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结局。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我希望我们不要再遇见了，或者早一点遇见，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之前。没有如果，顾祥鹤，你好自为之。冷总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，一会儿收拾一下，明天还要正常上班。冷总，你真的没事吗？刚才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冷总，今天多亏了你的机智，要是硬碰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是我机智，是他真的疯了。一个失去理智的人，是最容易露出破绽的人。不过，顾祥鹤最后那番话，听着挺让人心酸的。他好像真的悔悟了。悔悟？他的悔悟是走投无路，而不是良心发现。如果今天警察没来，如果他真的拿到了钱，你觉得他还会悔悟吗？应该不会，人性就是这样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所以说，像他这种人，绝不能心软。法律的制裁是对他最好的教育，也是对社会的负责。是。啊，对了，冷总，顾老那边要不要通知一下？毕竟是他儿子。通知一下吧。虽然顾祥鹤不争气，但顾老是无辜的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。不过你别告诉他细节，你就说顾祥鹤是因为经济纠纷被带走的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还有，明天召开一个紧急的董事会，我会宣布几项人事任命。顾祥鹤的烂摊子得尽快收拾。好的，冷总，那你早点休息，今晚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身体要紧。好的，你先去忙吧。7年，一场梦。原本以为的天长地久，其实是蓄谋已久的算计。顾祥鹤，你输了，你输得一败涂地。你以为你赢了世界，其实是输了整个人生。有人说，女人的婚姻是第二次投胎。我投错了，但我能修正错误。冷氏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背叛而倒下，我也不会因为一场失败的婚姻而沉沦。这座城市很大，能容得下无数的梦想和野心，但有些底线不能触碰。顾祥鹤，我希望你在铁窗之内能够明白这个道理。还好，爸没事，只要家人还在，一切就有希望。冷总，车已经准备好了。另外，法务部那边传来消息，顾祥鹤的批捕手续已经办下来了。知道了。苏曼那边呢？苏曼因涉嫌损毁财物、伪造证件等罪名，也被正式批捕了。不过他在看守所里吵着要见你，说要跟您交易。交易？他拿什么跟我交易？你告诉他，让他有什么话去跟法官说，我没兴趣见他。好的，我会转达。啊，对了，冷总，今天的董事会，你打算怎么处理顾祥鹤名下的那些股份？顾祥鹤的股份被冻结并拍卖，用于偿还债务
和赔偿损失。冷氏不养蛀虫，也不留隐患。明白。那我们准备出发吧。走吧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雪宁啊，听说祥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是啊，爸，应该已经伏法了。您就别操心这些了，好好养身子。唉，家门不幸啊，我怎么就教出这么个逆子？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冷家的列祖列宗。爸，这也不怪你，是顾祥和自己要走上这条歪路的，你就别太自责了，身体要紧。雪宁，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冷家这次真的要栽个大跟头，以后冷家全靠你了。爸，您就放心吧，这冷家我会好好守护的，也会好好照顾您。咱们是一家人，说什么两家话？好，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雪宁，答应吧，以后找个好人，别再受委屈了。知道了，爸。我现在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那就好。行了，不打扰你工作了，挂了吧。好，爸，再见。冷总，这是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，得益于新的战略调整，公司利润增长了20%。不错，看来剔除了毒瘤之后，这公司发展的更健康了。是啊，大家都说现在的冷氏风气正了，干劲也足了。唉，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希望，有努力才会有回报，所以说不能靠钻营和投机。对了，冷总，有个匿名包裹寄给您，没有写署名。没有署名？我看看。看来这世上还是有明白人的。要查一下是谁寄的吗？不要，心意到了就行。这支笔呢，就放在办公室里，时刻提醒大家，诚信为本。是。顾祥鹤，你在里面还好吗？或许这的月光你也看不到了。这场闹剧终于落幕，生活还得继续。感谢这场经历，让我看清了人心，也让我变得更加强大。未来的路我会走得更稳更远。